好，现在华为的热销也让这个华为供应链里面出现了很多这个暴涨的股票啊，特别这一只被大家称为妖股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供应链里面这一只妖股呢，它呢让这个女董座的身价暴增了200亿哦，21天拉了16根涨停啊。那所以让人家觉得说，哇，这也太厉害了吧！这一只叫做这个捷荣技术哦，我们上面有写吧，捷荣技术哦，它拉了16根的涨停板，变成了大妖股，股价从9块人民币飙升到43块人民币哦，市值突破了100亿人民币哦，变成了中国股民的关注新焦点呐。另外一个呢，这个兆利啊，它是这个轴承厂商哦，他也说哦，因为这个华为的手机热销，所以 Q3 的业绩啊已经创下新高。其实这两家企业哦，包含了这个捷荣跟兆利哦，这1-2年都不好过，因为他们主要的供应商就是供应给华为。那华为被打压的时候，他们也跟着一起啊度小月啊，就是也是过了一个愁云惨雾的一段时间哦。但是随着华为现在重新这个荣耀归来哦，他们的股价也跟着一起翻红。所以你看看这个所有现在华为的这些预定的页面哦，都出现那种抱歉已经售完，下次再来。那我们来看看任正非讲法，他说中国老百姓还很穷哦，不忍心让他们来救华为，但是就算没有美国市场，华为还是活得下去。我们来看看他之前的讲法。中国很多老百姓还很贫穷，让贫穷的老百姓让一些利益给美国来救一个有钱的华为，我良心上我过不去。没有美国，我们也是能生存下来，而且生存的也会比较好，这个不会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反过来对我们的朋友们影响到大，因为他们本来几十亿的美金向我们供货的，突然美国不让他们向我们供货了，他们的财务会短期受到一个很大的损失和影响。我们认为美国的实体清单呢，就是不可能撤销的。对，所以华为就这样子，好像跟着这些中国大陆的一些消费者哦，大家一起度过了艰难的时节，但是现在终于是雨过天晴了。那我们来看一下，马来西亚的总理安华也讲说啊，现在在谈第2个5G 的网络计划，就说希望华为能够更有效的参与其中。这是来自新报的消息哦，他就说将要启动这样第2个5G 的计划，所以呢，将来马来西亚将要实现西方跟东方的技术平衡。那另外美国当然现在看到这个华为这种状况啊，又要再祭出一些制裁，它更全面性的就是制裁11个实体哦。讲说这个中国大陆的商务部有回应，他说这个美方是在滥用单边制裁的长臂管辖，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这些合法的权益。可是制裁的确也会影响到一些，比方说像是台湾或者是韩国的一些晶片业者。但是韩国媒体讲说，好险哦，现在这个三星跟 SK 跟海力士哦，他们将要获得这个美国无限期的豁免，所以应该对华的晶片出口管制哦，不会管制的那么严格，还是可以继续销售的。那但是呢，我们看美国的商务部说，这次现在芯片法执行的细则呢，他说要确保中国大陆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哦，不会从他们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晶片的补助当中哦，就是不可以补助到这些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就对了，要画出更明显的隔阂。可是这样真的有办法吗？晶片战争这一本书的作者他提到说，未来啊，全世界都会在这个晶片领域里面争抢，说要自给自足因为可能也是看到美国不断那样提出限制，就会影响动摇到这些各国的晶片产业。你说像是艾斯摩尔也好，像台湾也好，或者韩国也好，我还必须看你要不要网开一面，我才能够做销售所以未来可能更多国家会倾向自己就能够自给自足，而不要被美国任何的禁令给影响到。那为什么说这样子的一个晶片战争注定要失败呢？因为我们看他说美国制裁态度是单极时代而非多极时代形成的，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制裁变成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懒惰的包治百病的一个解决办法
几乎是不需要这种思考或战略。那美国试图要逆潮流而行，阻止全球多极化的趋势。如果是把这个时钟拨回到一个所有事情都对其更有利的时代，恐怕美国想得太美了，真的不可能逆转回去了，因为现在已经是走向多极化的时代了。那再来我们看看宁德时代现在也要迎面撞美吗？美国的府会现在施压就说这个福特跟中汽合作电池厂，也就是跟宁德时代的电池厂，是不是传出喊卡的消息呢？福特说现在要停建这个273亿的电池厂那目前宁德时代的回应是说，这个纯属虚假消息还是持续在推进当中。那有一个可能是这个专案的暂停只是福特方面要应对罢工的临时筹码，而不是长期计划这个马歇尔项目由福特独资，宁德时代就是提供技术的授权也许就是为了规避这个限制政策，但是这样的合作形式不能让美国的政客满意，所以美国的众议院当中有几个共和党的这些领导的委员会现在已经开始对这个项目展开调查了，因为他们就讲说很担心就是有安全上的疑虑就是说如果中国将要主导美国的汽车产业是不行的，所以他们又开始想要把这个矛头指向宁德时代。在华为之后宁德时代也变成美国盯上的一个焦点。那你看现在这个欧盟也开始在对中国大陆生产的电动车展开一些反补贴的调查，那他们说Tesla 好像有受惠到这个大陆的补贴所以现在把 Tesla 也列入到这个调查的行列当中了。王毅的讲法是说你欧盟这么做的话其实欧盟有点在学美国，就是都是用这种我调查你或者是反补贴这样子的方式那其实都是在扰乱全球的汽车产业的一些供应链那这种做法未必对你自己欧盟有利。所以我们讲这个季辛吉说的是很有道理他说一个深信不疑的信念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又指真正的国际化还有全球化的进程是不能够没有中国参与的。所以不论是欧盟也好，不论是美国也好，你一直采用这种围堵的方式其实对于任何产业都会出现一个反噬的力道，不论是欧盟或是美国可能都会自身也受其害。我们来问一下郑源哥，中国大陆今年的 GDP 大概可以占到全世界 GDP 的20%，换句话说，中国的 GDP 占全世界的1/5，再加上它的外贸比重特别的大，它的市场规模将会占到全世界的1/3。以这么大的一个来来往往的市场规模，我不晓得你所谓的制裁能够发挥什么效果。你制裁到最后结果，你的卫星国家不管是荷兰这个韩国、日本，到最后它市场没有的，它产业无法生存。对，哪有说跑掉全世界1/3的市场，你还能够活得下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那你美国能不能补这1/3市场？不可能。那最后回国台怎么办呢？回国来就说好吧，我尽量不用你美国的科技，或者把美国的专利买过来，不干你的事。那你美国还有什么法律依据可以制裁？你美国那个法律制裁的法律依据，坦白讲就是土匪强盗的逻辑也谈不上什么高大上的一个理论。所以每个国家说好听的自给自足、全球化，其实不是啦，就是美国会逐渐变成孤家寡人，那全世界都要跟中国去配合中国所谓的全球化。到时候美国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全世界变成一个很好笑的一个状况，就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化，不很好笑。所以我说你美国是在搞什么名堂？你以为艾斯摩想让你管他也可以自己七搞八搞，有一天你就说，那你制裁我不理你了，我要卖给中国大陆，市场这么大，我为什么让？那中国大陆发展光科技也很快可以出得来不要以为做不出来，那做出来以后你卖给谁所以我是觉得美国的政客玩过头了，玩个美国的政客可恶到什么程度，连 TikTok 跟 WiFi 有什么关系都分不清楚。那这些人在帮美国做决策，所以美国会衰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那任正非就是因为有着市场做基础，他说我们没有美国，我们可以日子过得很好我们可以活得下去就是有这种底气以中国为基础的时候产生的世界市场一直在诞生当中。俄罗斯那么大的土地，像你美国市场吗？也不是啦，你是变成孤家寡人啦那当然恭喜啦，这个华为这样的一个突破的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本来这一家供应商，你称它妖股，当然是有点的幽默啦那这一家叫捷荣，捷荣做什么东西？就做精密模具的。对，就是早期的鸿海现在因为以前跟着
华为受苦，现在跟着华为发达，很正常的啊。那一家兆利就做折叠手机的那个轴承的啊，那当然也会跟着上涨啊。所以买这股票还算说有眼光。好，杨老师。华为在9月25号的那一场发布会，基本上击破了从6月到8月西方媒体不断的在论述的中国崩溃论。其实中国崩溃论老早已经崩溃了，也就是说，讲了20年的中国崩溃论都没崩溃，其实根本证明他自己本身的论述站不住脚。那华为的这个手机8月29开卖，9月25这个发布会，就证明了其实你看，在那个时间之后啊，西方媒体还没在谈中国崩溃论，中国经济不行了，一些数字开始又不断的出现，买气也开始回来，出国20倍的这个增加，对，所以当我们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台湾的媒体都不断的在跟风，跟着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的经济要崩溃，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自处？结果现在你自己怎么自处，对不对？然后呢，华为的供应链反而是凸显了这个世界，如果真的这样子继续的持续下去，变成美国来就是它的科技战制裁的话，那就2个全球化，我把它叫2个半球化。因为它没有办法真的合在一起，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化。对，那这个非常的可惜，因为你要花更多的成本、更多的资源，然后呢，确保你自己本身供应链的安全、市场的稳固，然后你要去排挤掉对方的市场，尤其是美国跟西方这一边，对不对？所以你就要用很多法律上的手段、政治上的手段，你去调查它是不是补贴，它是不是倾销。那以前不做过嘛？那个光伏就是太阳能，欧盟就在2013年到2018年对于中国大陆的光伏跟太阳能的产品科大概平均30%多的税。2018年之后停下来，为什么不得不停下来？那没有办法，他自己做不起来。所以在欧盟现在你要花更高的这个成本。川普时代就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采取27%的高关税，所以中国电动车没有办法卖到这个美国去，因为目前不合这个成本效益。欧盟是10%的税，所以冯德莱恩就看着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就采取说要进行调查，9个月之后可能就会提升关税，而且我觉得这个挡不住。德国的这些汽车厂商已经挡不住，因为它是用欧盟的这个角度，你必须要所有的欧盟的国家，甚至欧盟议会要否决他那个执委会的这个决定。13个月之后，可能这个关税就会提升到平均大概26到40之间。所以你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可是你不是整个2025年不可以再购买欧盟国家不可以再购买这个石化这个燃料类的这个汽车吗？那你欧盟的国家能够做得出来吗？你便宜的电动车出得来吗？ BMW、宾士都是高级的、高端的，对不对？所以真正的全球化，其实应该真的是不能缺中国，也不能缺美国，也不能缺欧盟，大家要一起全球化。对，将军，我想宁德时代，如果说福特这家公司他自己本身真的是跟宁德时代来终止合作喊卡的话，其实吃亏的是福特，因为宁德电池来讲的话，它有它的黑科技，于是最近网络上面谣传，因为这是人家那种科技机密，它没有很快公布。这个中国现在发展有他们所谓新3样，就是电动车、电池还有太阳能。太阳能刚刚杨教授已经讲了，对不对？它的太阳能的发展其实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电动车，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德国的慕尼黑车展中，也可以看出来中国电动车在未来事业上面发展一个未来的一个潜力。那我今天特别讲他讲的新3样其中一个这个电池，宁德时代它现在发展一个新的电池，叫做凝聚态电池。什么叫凝聚态呢？我们知道钛有很多种形态嘛，固态的这种固体的东西叫固态，液体的东西叫液态。那它是凝聚态，大家都在猜测为什么取名叫凝聚态。他们推测目前是推测说可能是类似果冻状的那种物质，所以叫凝聚态。那这种电池推出来以后，有它的这个效果是多少呢？是每公斤可以有500瓦时的效果。那500瓦时这个概念可能只是一个数字，大家不晓得。我把几个数据跟大家做一个比较。第一个，比亚迪现在电动车电池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比亚迪它是180而已，对不对？特斯拉也不过是220。那它500瓦时来讲的话，也就是说一次充饱电，它可以跑1500公里到2000公里，也就环岛1周绝对没问题。那
第二个就是它充电时间很快，3分钟充电时间就可以跑500公里，大概10分钟就可以把电池充饱。现在宁德电池它发展出来的黑科技已经是到这种程度。但这种电池如果说甚至于不只是装在汽车上面，它可以装在轻型的小型的这种飞机上面都可以来使用。所以等到这种电池如果做出来的话，它真的发表出来这种黑科技，对汽车来讲，传统的这个柴油汽车来讲的话，那不只是碾压了，那根本就碾碎了。几乎所有汽车可能根本就不是他对手。那福特自己要考量，他要不要迎合美国政府说不再跟宁德时代合作？如果说这种黑科技现在已经有传言出来，而且我看那篇报道，我看介绍的很详细，应该不是只是传言中的这种科技技术，而是应该已经有一定发展到某一种固定的程度，他才会发表这么一篇的论文出来，说叫凝聚态电池。每公斤它可以有500瓦时的这种效率，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喊卡的话，吃亏是他自己。另外，我补充讲一下这个对美国对中国大陆晶片的制裁哈，其实这个东西就像是前面2位老师所讲的一样。中国自己来讲，如果说你对它实施制裁的话，它势必要自己找出路。对，我现在听说清华大学已经发现深紫外光机的光源，但是如果要做成深紫外光机 EUV 还有一段路要走了。可是它这种光源，它目前已经发表出来了，可见说如果它给它时间持续努力的话，它将来在晶片上面的成就应该是可以发展出来 EUV 这种光刻机。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好，拜登想要一直在拉盟友哦，一起来围堵中国大陆哦，结果所罗门的总理啊就回应说，我不想要被你说教啊，就是说，去年参加过一次峰会啊，没有什么结果啊，我们来听一下。I've attended one last year actually. I've attended one. Nothing come out of it, Bill. Nothing come out of it. Me not of course sit down there and listen to people who lecture me. No more. It needs now for section for a little bit respecting me leaders here, respecting leaders of the Pacific, leaders everywhere now. 对，感觉好像每次拜登弄一个什么样的峰会啊，就是大家就是去听拜登说教，所以他讲的其实也是蛮直接的啊，就是说，告诉你那个他们有多好，但事实上呢，也没拿出什么嘛。你看看现在拜登宣布说太平洋岛国要投入400亿美元，然后但是2次改口，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讲错了嘛，就是他根本就也不是到400亿啊，其实是4000万美元呐，所以他把数据给讲错，但是后来白宫又赶快发声明啊，就数字又被改成了2亿美元，所以到底是怎么样？还可以喊价的吗？那你看白宫现在要积极拉拢这个太平洋的岛国，其实这个援金感觉上面也难以落实。多项对外的经济援助协议其实都有待国会批准所以这个预算案恐怕要陷入僵局。拜登援助的这个承诺恐怕也会难以兑现。那人家讲说拜登就是在抄作业啊，抄中国大陆的作业，对南太扶贫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他这样召开的峰会标志性跟象征性的意义比较多，在这样的一个伙伴关系当中设下了一些条款框架，让人家被人家讲说是这个语言空洞话而不实是要打造一个小圈子，还是要冲着中国大陆而已啊。那再来我们看看拜登的这个总统梦现在岌岌可危那我们刚刚上一段这个杨老师有讲到说这个中国崩溃论啊，中国都没崩溃，但是崩溃是谁？是不是美国经济反而先崩溃了？你看他们现在这个汽车工人在罢工那伊隆马斯克在那边讲说，你拜登还跑去帮忙说要求加薪40%这会让美国3大汽车业加速破产所以人家在批评说，你拜登的做法完全都只是为了选票而已。那美国现在真的是四面楚歌鲍尔就讲这个Fed的主席他讲说，现在罢工，还有政府星期六可能就要关门啦，学贷要恢复还款，还有利率居高不下，还有这个油价震撼，可能都会重创美国的经济，已经现在变成面临到停滞性通膨了。那这个像美国的媒体在讲说，还要制定一个计划，就叫做
防止拜登摔倒的计划，不是抽象的摔倒哦，是因为他真的太常摔倒了，所以美国的媒体啊，他们就讲说，现在为了要备战2024哦，因为拜登太常在各式各样的场合啊，就这样子踉跄啊，或者是这样子稍微就跌倒啊，所以他们说现在正在接受平衡力的训练，让他常穿这个网球鞋，而且为了让他少走路哦，他们还改了这个空军1号的这个登机旋梯哦，就让他这个不要踩那么多格，就是为了防止他摔倒。那美国媒体还提到一个事情，叫做拜登的爱犬哦。有11次在白宫伤人哦，他们讲说，这个美国的特勤局说，拜登的爱犬，这名叫做指挥官的爱犬哦，在25号又咬伤了一名特工哦，这已经是第11次的伤人事件了。那难道是连爱犬的压力都很大吗？很担心主人没有办法连任吗？那另外看看美国高铁的事情，也让大家觉得，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它是连通这个南佛罗里达州到这个奥兰多。这一条这个算是高铁啦，那它首班车就因为意外延误了30分钟，延误的原因也不是技术故障或者天气原因哦，而是另一台的高铁列车在轨道上面跟它发生了这种碰撞事故。那这是美国100年来哦第一条私人的客运铁路哦，连接这个迈阿密跟奥兰多，那它这个里程数是378公里哦，可是却需要3个小时才能够走完全程，而且呢，光是从这个试营运以来，已经造成了98人死亡了。美联社在讲说，这个大概平均哦，每行驶这个51500公里哦，大概就会产生1人死亡，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所以美国是不需要高铁的吗？就有网友在讲，是质疑这件事情哦。其实就实用价值来讲，美国的城市跟郊区之间都有柏油路，他说直通家门，所以100-200英里的距离，大概开车就是2-3个小时哦。那如果你反而要先去高铁站，然后再从高铁再搭到这个你的目的地的话，他说反而比较折腾哦。所以美国为什么没有这样子那么普遍的高铁，就是这是一个原因之一。再来，如果超过300英里的话，他说其实坐飞机跟开车、坐火车是比起来哦，坐飞机反而是比较便宜跟快捷的，所以他们就说美国没有那么需要高铁，但是美国的机场是比较多的，大概有15000多个机场。那其实再外加一些什么直升机的机场哦，所以看起来美国不盖高铁的原因大概就是如此啊。那再来，美国不盖高铁还有原因是因为成本太高了。加州曾经就提出要盖高铁的计划，可是预估经费要770亿美元哦。那时候川普就讲说，这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计划哦，他这样子花那么多钱，恐怕盖高铁哦，这只是一场梦而已，根本是一个钱坑，没有办法这样子盖。那还有呢，矽谷的创投大佬也提到说，因为这个高铁的建设牛步化，比起来大陆盖高铁的速度非常之快哦，所以这个美国想要盖一个高铁可能光这个建设速度就比起中国大陆慢了大概100倍左右，所以光等到高铁光是发想到这个实践可能中国大陆的高铁都不知道盖了多少条了。这个基础建设的实力可能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相比拼。我们来问一下郑源哥，我觉得美国人盖高铁盖不出来很阿 Q 他刚才讲说我的飞机非常好，所以我不用盖高铁好了。实在是，我们看一看他说川普说从加州一条高铁，其实就是旧金山到洛杉矶嘛，他说要770亿美元，我算一下每公里大概就是1.8亿。刚刚通车，今天早上中国大陆通车了3条高铁，其中一条离台湾很近，叫福厦高铁，从福建经厦门到漳州。福厦高铁它的建筑费用也是1.8亿元，只是他们是人民币，这是美金。换句话说，每1公里的成本就差7倍嘛。那为什么差7倍？你美国要不要检讨一下？所以的规模太小嘛。再来，我们要问一件事情：你真的不需要高铁吗？你真的是开车很方便吗？你真的飞机比较省油吗？这是说不通的吧？现在全世界能盖高铁国家哪一个不盖所以我是觉得美国人不用再自我介绍，不行就不行嘛。然后什么叫高铁？就时速300公里以上叫做高铁今天早上9点15分那个从福州开出来的这个福厦高铁在9点31分的时候，有记者就拍到了说时速351公里。
那你这个200公里的能叫高铁吗？对啊，好奇怪。在大陆上250公里也不叫高铁啊，300以上才叫高铁。像那个福州到平潭的福平铁路啊，它就不叫高铁，可它时速多少？250公里。所以250公里以下的只能叫动车，不叫高铁。所以美国人不要把它当高铁它只跑200公里就算了，而且还不是高架的，还会撞死人。高铁会撞死人，刚才说在印度撞死牛好了，好不好？是很搞笑的一件事情。我说美国人不检讨，整天说的有的没有的。还有更惨的一点，太平洋岛国的峰会不在太平洋举行，被叫到纽约去开会是什么意思啊？你听说东南亚峰会不在东南亚举行吗？还是北大西洋公约的峰会不在北大西洋公约举行？是不是这样子的？他把人家找去，人家难怪所罗门群岛我去干嘛？那你就骗大家说要给你什么400亿啊，4000万。美国现在政府快关门了，不要说要准备给人家钱。不要讲得好笑，他当时在欧洲讲说要给大家6000亿，全世界基础建设在哪里呀？现在1毛钱都没看到。所以拜登除了吹牛以外，他给乌克兰从去年初到今年初总共给了775亿，他那怎么会没有钱做别的呢？就是跟军火商有关的生意，他很慷慨给。跟军火商没有关系的生意，他讲说，哎呀，这里没钱，那里不方便啊，我们不要盖高铁啊，等等的啊，太平洋岛国我扶贫，我给你400亿。这是个什么吹牛大鼠嘛？不是 Sleeping Joe 是 Bullshit Joe。来问杨老师，美国为什么突然一下子这么重视南太平洋，而他也一直很重视南海？其实全世界大概有16个这个咽喉海峡，被美国所控制的，也就是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个水道，那包含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加这个望加西海峡，还不包括台湾海峡但是有这个对马海峡，就是南海跟这个日本之间的。那在南海当然你想想看，太平洋跟印度洋的连接，所以对美国的战略的掌控全球的军事霸权是重要的。那南太平洋过去只是美国在做核子试爆冷战时期的地点，为什么突然这样子重要呢？那90年代他根本连大使都不派，官员也不派那关键当然就是因为中国大陆跟这些国家的交往。你看东加的海底海山爆发，谁第一时间运送到物资到东加王国去啊？然后呢，这个所罗门群岛也是一样啊。因此，连澳洲都没有在经营南太平洋它旁边的这些小朋友国家。那这次他只是说，因为联合国大会了，他们把大家找去，其实平时大家都不去的，他也是用这个理由把大家找去，我们开一个在第2次的这个南太平洋的这个高峰会。那所罗门群岛就讲的这个很老实啊，他之前也讲，他说中国给我们东西是比较实惠的，而且是对我们是比较尊重的。我刚刚讲的东加也是一样的这个情况，美国也是在这段期间，这些国家都了解，这段期间拿了美国的东西之后，如果情势变化，美国也不理他们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将来会持续的是个焦点。那这一次在美国的汽车业罢工，昨天拜登亲自跑去罢工现场，讲了12分钟的话。第一个美国的总统跑到汽车罢工的现场去支持，这个问题大了，因为他们要求4年之内要涨40%的薪，每个礼拜要变4天的工。各位，这不是太美好了吗？但是这会增加对这3大汽车厂多大的成本？所以马斯克就说了，这其实是3大汽车厂走向这个败亡的这个前兆。而拜登一切都只是为了他的这个选举，而不是真的为了美国的经济。好，所以刚刚这个郑源哥有讲到这个福厦高铁，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图片，这样补充一下就是厦门跟福州之间现在通车的时间可以缩短为1个小时所以也被称为是，因为它是沿着这个海所以也被称为是这个看海的高铁所以这是中国大陆不断有这个新的高铁在这个不断的在通车所以这已经不是美国你这样子200公里速度可以比的。我补充一下福州到厦门的距离比较远，福州到新竹的距离比较近。真的吗？对啊，所以也可以未来通到新新竹之后140公里不到对，所以未来可以形成一个一日生活圈我们来问一下将军。这次拜登的狗咬人，我知道原因是什么？因为老狗痴呆症。老狗痴呆症，就跟拜登一样年纪大了。
这不是讲是兽医讲的哦，因为那个狗哦，如果说年纪大，它要对于以往照顾它的人，它又不认识，真的有他不认识这些特工人员，他就会去咬它，咬了11次，表示这个狗一定有问题了嘛，对不对？那拜登那么大年纪，他养的狗，你想想他的年纪有多大？所以拜登跟他一样，那个很多东西要改了，为了配合这只狗。另外，我讲说美国这3大工会罢工哦，我觉得是点穴点到要害，因为这3大工会你不要看只是小小的三家车厂。但是这3家车厂代表美国整个汽车工业，汽车工业又是整个美国很多的工业的龙头的一个系统。如果说这3家汽车工会都罢工倒掉的话，那连带后面的连锁性的效果出去是很大。所以这是美国的工会罢工，他选定这3家，其实是他们经过精算打算的，利用这3家来威胁美国政府。所以拜登为什么那么紧张，跑去这3家去协助他们，中间去当说客，当做中间一个游说人。我相信就拜登来讲，他绝对不希望这汽车工会倒掉。汽车工会如果说倒掉的话，对美国来讲，那影响之大是无法想。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好，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李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来看一下哦，因为这个国台办讲说，湄洲的妈祖哦，也拟在11月来台巡安呐。那因为有台湾数百间的宫庙这样子邀请哦，所以他们就说，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哦，大概会在11月3号到13号来到台湾，就有一点类似像绕境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哦。那可是我们看到台湾基进党立刻就跳出来啊，就说哇，这个是统战，这是假巡安真统战呐，这个共谍可能会夹带进来哦，然后拒绝共谍随神入境哦。那时力也在讲说，这根本就是要介入台湾总统大选的对台统战哦。所以一场这个等于说宗教上面的一个两岸交流，又在一些特定的政党的口中啊，变成了一种统战或者是一种抗中保台的一些话术嘛。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妈祖在他们口中已经变成像是共谍一般哦。那我们自己的浅见国造呢，在今天要下水。那黄曙光就还爆料讲说，有某立委一直搞军火商卖台，还甚至把这个资料直接送到中国大陆去哦。他说有家厂商因为没有标到，就把资料就丢给了这个中国的大使馆，那让中国回头找对方施压。然后有一个立委一直在搞，为了蝇头小利哦，在我明令要求之下，这个立委就碰不到啦。那这个事情，这个指控非常的大那有没有赶快依据这种什么国安法什么的保密防谍啊，赶快要抓起来啊？那所以我们就问了一下国防部说，请问有这样子的指控的话，那后续的处理是什么呢？孙立方讲说，这个部分我们要问海军哦，现在没有办法给予回应哦。指控的很大，但是办的动作却不大嘛。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呢，我们首艘这个国造潜舰，海鲲军舰亮相啦，这个一些这个图案哦，就都有遮蔽起来啦。舷号是711哦，那人家讲说，这感觉上面这个也是第一次看到没有下水的一个下水仪式哦。那我们的一个原型舰在这一个这个等于说陆上下水啦，也是创了世界上的一个首例哦。那现场也只有船首露出来，包含了蔡英文的直屏的画面。那现场的人都只能由电视墙来转播，实际现场是由这个军文社录影之后再转交媒体哦。那随后厂房是开放了10分钟，仅供这个采访媒体进入观看，但是不可以拍照。就是采访媒体本来就是因为这个盛大仪式，大家都想要进去捕捉这个画面，不可以哦，你只能进去看看那个里面的热闹那种感觉哦。这个所谓的国军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可是总统府却只带府县记者参与，禁止专业的军事线的记者前往采访，也让大家觉得说这在搞什么呀？那我们看马文君这个蓝营的委员也讲说，奇怪了，这个
潜舰国造是不是急着下水，没有装电池跟这个轨杆哦，就是到底是怎么样呢？他说不同于世界上主流的做法那台湾有自己的玩法，所以我们潜舰的这种大内宣手法，感觉上面就像是国产疫苗的一个翻版那海军赶快就驳斥了，就说没有哦，这个国防自主不容努力，这种被抹黑那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有没有缺这2样？好像也没有直接的回应。那我们看蔡英文现在反正就是潜舰国造全部都是他的功劳嘛。蔡英文说我们做到了，历史会记得这一天哦。过去被视为不可能的任务，潜舰现在就在眼前，守护了国家，具体实践，各位我们做到了。何志伟也讲，就说哇，这是很大的突破，无比光荣。那王定宇讲说，这海鲲号台湾国造潜舰也是证明我们做到了。那可是问题是，人家讲说当初推动这个潜舰想法的，其实是马英九在第2任期的时候推动这样潜舰国造，经过了8年开花结果。可是现在他们都不去谈这一块啦，全部通通都变成蔡英文的功劳，蔡英文收割掉所有的功劳。那我这也不知道该怎么讲才好，这民进党惯用的方式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南海这一边菲律宾跟中国大陆也因着这个黄岩岛，感觉上面现在这个彼此的这个争端感觉一触即发吗？大陆的专家提到了，就说因为菲方的媒体公布了一个影片，就说菲律宾的飞机在南海超低空掠过了中国的海警船。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的专栏就讲说难听一点其实只要简单的防空武器就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飞机打成筛子了。那9月25号的时候，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他们也宣布说，这个公布影片说我们拆除了中国在黄岩岛这一边设置的浮动海上的屏障中国大陆的海警就讲说没有，这可是我们主动收回的你的剪除的这个影片跟我们放置的影片的位置也不相同而且他们讲到说他们这个主动收回的时间点是22号有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23号就自己主动撤除了，所以跟菲律宾主张这个25号撤除的这个影片是不同地点，所以他觉得说这是菲律宾是不是在自导自演所以大陆的外交部就重申说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方撤这个浮动屏障也就是闹剧一场所以汪文斌就出来在那边讲说，这是一个自娱自乐的闹剧，中方也会继续来维护黄岩岛领土主权跟海洋的权益那另外我们昨天也有提到有快讯就是说在南部战区这边也要进行一个新的这个演习。那海军的这个扫雷舰大队也展开了一个反水雷的作战演练，感觉上面好像也是要剑指菲律宾黄岩岛的事件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郑源哥，有关于湄洲马祖这来到台湾巡安。湄洲马祖是台湾所有马祖庙的主庙。我们知道台湾这个宗教信仰有所谓主庙等等的一个架构，所以主庙的马祖来台湾巡安本来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基进党跟时代力量说马祖是来统战，马祖来保平安来统战都可以我们不在意基进党怎么讲，我们也不在意时代力量怎么讲你们不信马祖不拜马祖那是你们的事，我们也没有宗教自由嘛。其实马祖不是宗教，宗教的定义是有神职人员叫宗教，马祖庙是没有神职人员的，都是信徒代表在经营。所以你这个台湾人从福建到台湾来开垦的时候，当时每一个人身上都带个马祖神像来台湾以保平安这是我们祖先是这么传下来的。那后来很多台商回大陆的时候，身上也抱了一个马祖神像回大陆，第一次去回大陆都这样子的，祈求保佑嘛那我也不晓得基进党时代力量是不是你们是不是信宋希棣那我就尊重你们那你不卖马祖就闭嘴好吧，没你们的事儿那你说有统战，那你就来来参加看有没有统战你说这个马祖什么是共谍吗你来查对不对，看是不是共谍这2个小政党不会理会他，我打算问的时候赖清德你的意见然后我还问了民进党你的意见嘛如果你这么说，我们就这个事情来讨论。那反正这个台湾基进党时代力量下一次选举结束还有没有存不存在我不知道但是存在几率不太高，所以我们不用特别理会它。我倒是对于黄曙光很有意见，他说有一个立委一直在搞军火，这个立委如果是国民党他早就讲了，是谁是不是新潮流的，还是哪一个经常在发表国防外交意见的
告诉我们这个立委是谁？你黄曙光不敢讲这个搞军火立委是谁？你有亏你是个军人，有什么不能讲的？而且还说这个立委的相关厂商把投标的文件交给中国大陆，那先确定投标文件是不是机密的？如果是机密，查办，包括这些立委都要办，为什么不敢呢？还讲什么？还讲说，国防部讲说，哦，在问海军，这是海军的事吗？这么重大的军事机密的外泄，照你讲的话是泄密的话，那请问你怎么会是海军的事呢？你就好好的公开讲是哪个立委，国民党立委就国民党立委招来打，民进党立委啦，你不敢了是不是？你怕的是不是？是姓王吗？是不是？是不是那个姓王就在讲国防外交的啊？还是那个猪8000块的？到底哪一个？你讲清楚嘛？会涉及到这个，其实就是国防委员会的嘛，就那几个人而已嘛。至于这个海军哈，取名这个国造潜舰，从马英九时代推动，现在有初步的成果啦。当然有些小瑕疵啊，我们继续努力哈。我个人也是肯定这样的发展，但是它名字叫取海鲲号，我的意见是哪一个中文不太好？鲲是鱼苗，不是鲲鹏。鲲鹏是很大的鱼，但是是由鲲变鹏，再叫鲲鹏。但是鲲就是鱼苗。你把我们这个第一艘潜水艇叫什么？叫小鱼苗啊？这什么话嘛？哎，海军，你们不要去中国化了以后，连中文是什么意思都乱取一通吧？啊，这实在是很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那蔡英文哦，这个有关于潜舰哦，连一个说马英九也有功劳，话都讲不出来，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像美国，他们登月计划的时候就开始总统讲话。那历史说，哎呀，这个甘乃迪总统什么什么历任总统谁帮了些什么，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的成绩。民进党很坏啊，什么事好像都从民进党开始啊。民进党元年之前什么事都没有，比如说护国神山，哦，动不动好像民进党搞了，就是蒋经国搞啦，为什么不能讲呢？所以哦，要挂第二位不要这样挂啦啊。好，来问杨老师，马祖的出巡呢，我去过啊。那其实感受很深刻。你要知道，当时但我没有跑全程，我只是待了1天呢。哦，你看到那种热情、投入、奉献，那种完全没有那种就是说私心，然后呢那种热忱的感觉哈，你就觉得哇，这种力量非常的大。它不是单纯的宗教，它是一种社会的这种民俗，它也是一种文化。你知道，它是在你的血液里面，你真的那种感觉。你告诉我，在这个马祖那个时候说这是个宗教，我觉得很多人并不是把它真的当做这个宗教的角度哦，那反而看肤浅。那还有人说它是统战，对不对？我觉得太离谱了。两岸之间呢，反而证明我们在文化、在文明、在社会的民俗上面是有太多的重叠一致的地方。过去反而是因为政治，现在又这样碰不到政治，在刻意的去扭曲，你知道？那他自己搞不好啊，在平常时都跑去马祖出巡，去想要去沾那个就是马祖的那种波比。那讲到黄曙光他现在是国安会的咨询委员，他负责潜舰国造，他今天就是这个东西啊。然后呢，有人还说，我2025要下水3艘，如果都这样子的3艘不要也罢，对不对？那都在岸上。然后总统现在还说，哎，这个是大内宣，不对，那到底你黄曙光你做到什么东西？你现在不是军方啊。你现在从国安会的角度，你去对军方，然后要求资料的立委去给予他控制，那表示说你一定来自于情资，国安局给你情资，这个立委需要搞军火生意，是不是？甚至你这个立委还跑到对岸去，那这个立委是谁？那不是国民党就是民进党嘛？国防委员会、国防外交委员会里面的人，委员们自己要出来自清啊。对不对？这不得了的事情嘛！黄曙光，你不能够再拖。至于在南海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看起来真的像是自导自演。各位，你看到那个画面有没有？那个是在做浮潜呢，他是带了一个那个
goggle 对不对？做的浮潜一样，然后表示那个水没有多深，然后拿那个刀子这样锯，是不是？是真的，你看起来像是在黄岩岛附近中国大陆所放的那些，就是那个浮动的海上屏障吗？哦，那现在被证明，我看到大陆方面的这个讯息报道，我们现在中文媒体也都出来，自导自演，对不对？哦，所以然后我看了英文呢，没有这样讲，也许慢半拍，但是呢，它就是在制造一个美国在南海、黄海连续今年几次的演习撞壁，尤其在黄海虎头蛇尾。那现在怎么办呢？在南海这个问题上，那就要透过岛礁渔权的方式，然后还有呢海防现在海防也要慢慢进来咯。美国、日本的海防可能会协助菲律宾跟越南。那你当然面临的海防面临就是什么？就是岛礁主权问题，还有就是渔权。可是各位，全世界这种岛礁主权的争议真的是太多了，美国都有，它不会去变成一个军事冲突的啦。可是呢，美国要在这边希望它变成一个军事冲突，它才能够去介入，或者是说让菲律宾真的整个转向，这就叫代理人战争，不是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菲律宾自己也知道，那这个时候你看《纽约时报》来把它大幅的报道，那就很了解它背后的用心了。好，我们来问将军。这次我很诚心诚意的祈祷蔡英文是一个有福气，而且是一个幸运的一个女性。为什么呢？因为她去执评典礼。各位知不知道那个船舰下水为什么要女生去执评，然后让这个船才开始下水？因为在古时候航海是很危险的，每一个上船的人，他将来在海上会碰到什么样的风浪或者什么样的气候，那都很难讲。所以每一个船员上船之前，他都会写一封遗书放在瓶子里面，瓶子把它封起来。我们所谓的瓶中信，也就是说遗书了。万一这条船在海上遇到海难沉了以后，那瓶子浮在海面上面，有别的船只经过的话，把这些瓶子拿出来以后，就会转sang给他家人。他家人拿到这个瓶子，代表说这位船员已经殉难了。所以为了说确保这条船就下水的时候能够平安，能够顺利的返航。他们都找一个女性，还不能是男性，一定要女性，代表说我的先生这次出海捕鱼或出海去这个海上作战，一定能够顺利回来，不需要用到这个瓶子装这封瓶中信，所以把这瓶子打破。直破，所以这必须要一个要有福气、要有幸运的女性来做这个动作，来保证这条船的平安。所以我这次很诚挚的希望说，蔡英文是一个有福气，而且是一个幸运的一个女性，能够保证这海鲲号将来不管上这条船上面所有海军的官兵以及他们家属都能够平安的返航回家，跟家人团聚在一起，这是我衷心的希望。但是我必须要说，这次。这个海鲲号，其实我们这个潜舰，如果就军事立场来讲的话，其实现在这时候才下水2艘。如果说真的是要对这个黄曙光讲说要把中国海军阻击在第一岛链之内，我觉得这个话有一点太过于夸张了。我们要知道，最近我特别讲一个状况，就最近中共解放军他们有一艘船叫054，原来是一个护航舰，它不是驱逐舰，它是小船，原来就有4000吨。但它最近新出来的叫做054B， 它054B 突然加大2000吨，从4000吨变成6000吨。那为什么？这艘是护航舰，只是一个航母舰队一个护航舰，为什么要加大到2000吨？其实大家都在猜测，为什么不用新的编号，还是用054，只是后面加个 B。后来大家一看这出来的数据才知道说，它原来的反潜直升机是直10，现在改成直20。直20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像是它直20就等于类似美军的黑鹰直升机，是通用直升机，也就是它航程更远，它可以反潜作战，它可以飞得很远。它船在飞机上面、直升机上面就挂着反潜的鱼雷或者深水炸弹，其实就是专门捕捉你海底潜舰用的这个武装直升机，因为它船座那么大，可以停的直升机比较大，可以停2架以上。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海军海鲲号这种潜舰来讲是很大的威胁，而且054很可能是这个全电推进，也就是它没有声音。没有声音的话，我们在海底的潜舰听不到那个声呐，听不到对方潜舰攻击舰的声音来讲的话，其实对海军来讲作战是很大一个威胁。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